大家好，我是 Iris，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去年12月底，我在伊斯坦布尔待了整整6天。这座城市太迷人了，迷人到让我一回来就决定用6到7集视频慢慢讲完这趟旅程。它不仅是一座城，更像一本活着的历史书，让人一不小心就深深爱上。在这里，我探访了无数景点，但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作为理解伊斯坦布尔，甚至理解整个西方文明的起点，那答案只有一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常有人说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横跨欧亚大陆的城市，为什么偏偏是这里？答案就在眼前，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条海峡如一把锋利的刀，将欧洲与亚洲一分为二。早在公元前660年，希腊人便在此建成，名为拜占庭。历史的转折点在罗马帝国。公元313年，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合法化。公元330年，为了建立一个摆脱传统异教束缚、对基督教更为友好的新都，他做出了改写历史的决定，将帝国首都从罗马迁至拜占庭，并以自己的名字为之命名——君士坦丁堡。从此，这座希腊小城蜕变为新罗马，逐渐成为世界的中心。公元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临终前，将帝国永久分为东西两部。西罗马帝国在476年灭亡，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却将古典文明的火种延续了整整1000年。我们今天所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便诞生于拜占庭最辉煌的6世纪，查士丁宁大帝的时代。公元532年，君士坦丁堡陷入一场名为尼卡暴动的噩梦。对立的蓝党与绿党罕见联手，纵火焚城，另立皇帝，帝国濒临崩溃。查士丁宁一度准备逃亡，关键时刻，皇后狄奥多拉挺身而出，留下那句冷峻的名言：紫袍是最好的裹尸布。暴动最终被血腥镇压，3万余人丧生。皇权在动荡后空前集中，而旧圣索菲亚教堂已在暴乱中化为焦土。查士丁宁决意在废墟上建造一所前所未有的建筑，以彰显帝国的荣耀与上帝的威严。他出人意料地没有选择传统建筑师，而是委托2位数学家安提莫伊斯和伊西多尔来主导设计。这项帝国工程动用了上万名工匠，帝国全境成为采石场，白色大理石来自马尔马拉海，绿色取自希腊，紫红斑岩运自埃及，黄色石材则来自叙利亚。历史上，圣彼得大教堂、科隆大教堂等建造动辄跨越数百年，而圣索菲亚如此宏伟的建筑，竟在短短6年内宣告完成。其最震撼之处在于中央穹顶及其支撑结构。真正的建筑革命在于如何将巨大的圆形穹顶安放在方形空间上。拜占庭人发明的三角穹宇结构，以连续的球面曲线将重量优雅地导向4个支点，而非4面墙体，使穹顶宛如悬浮于光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当查士丁宁首次步入完工的圣殿，仰望穹顶时，激动地喊出了那句名言：所罗门啊，我已经超越了你。然而建造速度也埋下了隐患，我们今天看到的穹顶并非最初版本。原始穹顶在多次地震后于558年彻底坍塌。危急关头，建筑师伊西多尔的侄子小伊西多尔临危受命，不仅重建穹顶，更将其整体抬高了约6米，使结构更稳固，并形成了如今的光影奇观。阳光从底部40扇窗户倾泻而入，令穹顶犹如悬浮在光晕之中。补充一点圣索菲亚之名源于希腊语，意为神圣的智慧。它并非献给某位名叫索菲亚的圣人，而是直接献给上帝本身。圣索菲亚的震撼甚至改变了世界的宗教版图。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为选择国教，派使团考察各地。当使团踏入圣索菲亚大教堂，
置身于金色的马赛克与恢宏的穹顶之下，他们被彻底征服。在报告中写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这份视觉与心灵的震撼直接促使基辅罗斯皈依了东正教。然而辉煌之下也有裂痕。1054年，基督教世界爆发大分裂，罗马教皇与君士坦丁堡牧首互相开除教籍，基督教正式分裂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圣索菲亚自此成为东正教世界的最高精神堡垒。这座教堂见证的不仅是荣光，也有人类最深的贪婪。最讽刺的打击来自自己人。1204年，第4次十字军东征在威尼斯怂恿下，竟调转枪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十字军疯狂洗劫圣索菲亚，剥走金银，捣毁圣像。直到今天，教堂2楼仍留存着策划者威尼斯总督恩里克·丹多洛的墓碑，诉说着这段背叛之痛。自7世纪起，拜占庭帝国不断失血，阿拉伯帝国崛起，夺走了叙利亚、埃及。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在曼奇科尔特击败拜占庭，安纳托利亚门户洞开，帝国疆域持续萎缩，最终缩至君士坦丁堡一隅。真正的终章在1453年到来。21岁的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2世率军围攻这座千年古城。此时的君士坦丁堡人口已不足5万。奥斯曼人带来了划时代的武器，匈牙利工匠乌尔班铸造的巨型工程炮，日夜轰击着古老的迪奥多西城墙。为突破金角湾的铁链封锁，穆罕默德2世做出了惊世之举，连夜铺设木轨，将战舰从陆路拖入海湾。拜占庭人清晨醒来，发现敌舰已兵临城下。正如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所写，最后的致命一击却近乎偶然。一道名为凯尔戈波塔的小门在混乱中未被关闭，奥斯曼士兵由此涌入。1453年5月29日，末代皇帝君士坦丁11世战死，延续1000年的东罗马帝国宣告终结。年轻的苏丹走进圣索菲亚，他未被仇恨蒙蔽，而是被其宏伟折服。他当即下令将其改为清真寺。君士坦丁堡也逐渐演变成一个新的名字——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后，奥斯曼人开始了改造。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但他们并未粗暴铲除那些华丽的基督教马赛克，而是用石灰将其覆盖。这无意中形成了一个时间胶囊，反而保护了这些艺术珍品免受几个世纪的风化。由于清真寺的祈祷方向必须朝向麦加，工匠们在建筑内部增设了指示方向的米哈拉布，导致内部礼拜方向出现了微妙的偏移，连地毯铺设也随之调整。圣索菲亚在奥斯曼时期一直是带病运行，到16世纪建筑已显疲态。此时奥斯曼建筑之父3代苏丹首席建筑师西南出手相救，他为外部增加了巨大的伏壁和宣礼塔，强化了结构，使其得以抵御后续多次地震。在长达1000年里，圣索菲亚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直到1520年塞维利亚主教堂建成。随着苏莱曼清真寺、蓝色清真寺等相继建成，它的主要礼拜功能逐渐减弱，一度变得破败。1847年，苏丹阿卜杜勒麦基德一世下令大规模修复，由福萨迪兄弟主持。正是在这次修复中，著名书法家卡扎斯卡尔创作了8块巨大的阿拉伯文圆形木板，悬挂于主厅柱间，上面书写着真主、先知穆罕默德、4大哈里发及先知2个外孙的名字。进入20世纪，历史再次急转。奥斯曼帝国于一战后解体，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建立了现代共和国。为了推行世俗化，1934年，圣索菲亚被改为博物馆，被封存近500年的马赛克壁画得以重见天日。但故事仍未结束。2020年，土耳其政府下令将其重新改为清真寺。
这一决定被视为政治与宗教姿态，虽引发国际争议，但已木已成舟。抵达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当我站在教堂2楼的长廊上仰望，震撼瞬间击中了我。目光所及之处是跨越时空的奇异交响，高处拜占庭时期的6翼天使镶嵌画在拱顶的阴影中若隐若现，其古老的羽翼仿佛仍在轻轻颤动。正上方是庄严慈悲的圣母玛利亚镶嵌画，而不远处却悬着巨大的以金色阿拉伯文书写的真主之名圆盘。基督教的天使与圣像与伊斯兰的神圣书法在此处寂静对峙，又彼此守望。那一刻，我仿佛被抛入时间的断层，亲眼目睹2个帝国、2种信仰在此重叠、交融与对话的磅礴史诗。之后，我参观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体验博物馆。博物馆不在主殿内，而是位于赛马场旁的一幢独立建筑里。它通过沉浸式的影像、声音与动画，清晰梳理了这座建筑近2000年的沧桑历程。从拜占庭时期的建造奇迹与尼卡暴动，到1453年震撼世界的攻城之战，再到奥斯曼时代的改造与近现代的身份变迁，馆内提供中文语音导览，让我得以系统而深入地理解这一切。这里需要补充一个细节啊，目前非穆斯林是无法进入大殿内部进行参观的。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一点，在参观第一天呢，我曾走到1楼大殿的安检口，想进入大殿呢，从底层仰视这个穹顶。保安告诉我那里是礼拜场所，参观呢需要走其他路线。我女儿当时就说大殿不能参观，而我呢误解为如果是要礼拜呢就可以进入。直到第3天，在游览托普卡帕王宫后啊，我再次走过来，走到同一个安检口，保安问我来做什么，我说礼拜。他仔细打量我，就问你是穆斯林吗？我说不是。他随即摇头，他说只有穆斯林才可以进入。世界上或许再没有第2座建筑能像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将人类历史上2大帝国的兴衰、2种文明的博弈，如此具体地凝结于一砖一石之上。它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部立体的史诗，一个依然活着的历史现场。好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前世今生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一期视频我将带大家去看看它对面那位著名的挑战者——蓝色清真寺。敬请关注，我们下期再见。